天龙大神君说道。你们刚刚也说了，你们如今的资源和成就是来源于我们神奇联盟寄予的，同时你们的天赋和实力，我也是有目共睹。那么今日在这里，我希望你们能够真正加入我们神奇联盟，成为联盟密不可分的核心一员。只要成为我们神奇联盟的核心一员，那么以后你们在神奇联盟的资源也将会更加雄厚，这对你们来说将会是一个极其好的机会。虽然说你们目前在五欲天也混得不错，但是比起大御天来说，还是冰山一角。如果你们愿意正式加入，成为核心的成员，我大御天的大门将会给你们敞开。闻言，灵动和沐尘的心中有着一种不好的预感。什么叫正式成为神奇联盟的核心一员？天龙大神君，你说的大御天为我们敞开，我们也非常荣幸和感动。但是我们不是已经加入神奇联盟了吗？为何还有正式核心一员之说？他们二人有些不太了解对方所说的意思，而且刚刚大御天神君说的，只要正式成为核心的一员，将会获得大御天的所有神之资源。这对于目前实力还只是序列神的灵动沐尘二人，的确非常好的机会。但是他们总感觉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必然其中有着什么需要让他们去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契约。对，你们的确也已经加入了我们的神奇联盟，成为了联盟的一员。可是让你们加入联盟的核心一员，则是需要与你们达成一些契约。一听到契约，灵动沐尘暗自觉得今日的事情不太妙，因为能够让如此一位巅峰天位神亲自召见他们这些序列神，恐怕这一的契约也不是好契约。但是他们也没有表现出非常抗拒的神色，而是也想听一听对方所说的契约究竟是什么契约。天龙大神君，你说的契约是什么？灵动的语气依旧无比的平静，并没有出现其他的变化。一旁的沐尘没有说话，但他的神色也是盯着大御天神君，等待着对方接下来所说的话。大御天神君的目光闪过一丝金芒，沉默了片刻之后，表情微微一笑，但是这微笑之下却是隐藏着阴森之意。这个契约就是让你们正式加入联盟，成为核心一员前，你们需要与联盟的轮回盘达成一致的契约。只有这个契约达成后，你们才有资格成为我们联盟真正的核心一员。只要你们完成与轮回盘的契约，你们即可拥有着二次生命，还能够让其本身的实力达到更高层次的神之领域，并且大御天的所有资源都可以为你们所用，甚至是整个九御天神阁的资源。在如此的诱惑力之下，我想你们应当不会拒绝吧。当然，想要与神奇联盟的轮回盘达成这个契约，可不是每一位成员都有机会，只有被联盟的那些高层选中，才有着如此好的机会。与联盟的轮回盘达成契约，灵动和沐尘在这段时间里也有所了解。轮回盘乃是神奇联盟的一道绝世神器，至于它的作用，就是可以与无数神奇的灵魂达成契约。一旦这个契约达成，以后不管是神体还是灵魂，就算被强者抹杀后，也依旧可以靠着轮回盘的特殊力量，在神奇联盟中再度重生。这就是轮回盘的特殊力量。也可以说，只有加入神奇联盟后，成为核心一员，就能够获得与轮回盘达成契约的机会，获得第二次重生的生命。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神势力以及超神势力要加入神奇联盟的原因之一。同时，在他们成为神使的身份后，也在五御天神君的口中得知了一些更多关于神奇联盟的一些消息。甚至灵动沐尘二人有一次在九御天神阁中的某一处宫殿中，更是意外地发现了神奇联盟内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当然，这个秘密灵动和沐尘知晓后，并没有和别人提起过。就算是五御天神君，他们也没有提到过。那个秘密也只有灵动沐尘二人知晓。但是好巧不巧，神奇联盟的信息链实在是太强大了。在他们发现了神奇联盟那不为人知的秘密几日后，却是被神奇联盟的那些高层人物发现。那时虽然对方没有直接做出什么反应，也没有将灵动和沐尘捉拿，本以为神奇联盟不会将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然而联想到这一次大御天神君亲自召见他们二人来这诡异之地，怕是这位大御天神君已经接到那些联盟高层人物的命令，看样子要对他们出手了。如果是换做别人，大御天神君抛出这样的好事，自然不会有任何人会选择拒绝。可是灵动沐尘则是不一样，他们对所谓的二次生命并不感到有所兴趣。天龙大神君所说的轮回盘的确非常诱人，一般加入神奇联盟的所有神奇也都是冲着轮回盘的特殊力量而来。二次生命对于一名神奇来说，无疑就是求之不得。可是我们二人对二次生命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我们可以保证，我们依旧是联盟的一员，可以为联盟做好每一件事情。以后你所吩咐的所有事情，我们也都会无理由的遵从。至于与轮回盘契约之事，非常不好意思，我们真的不需要。灵动沐尘的语气极其坚定无比，对于这些歪门邪道之物，他们真的是提不上一丝的兴趣。说的真的好，那既然如此，我现在吩咐你们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与轮回盘达成契约。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上看，对你们都是有非常多的好处。加入神奇联盟的所有神奇，或者是神势力以及超神势力，他们没有一位不是冲着轮回盘而来，甚至这样的机会，他们想到得到都没有那样的机会。而你们却说对这样的机会不感兴趣。话说回来，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听从我的话吗？那么我所说的，你们就应当要遵从才是。大御天神君的语气也开始逐渐的变得阴寒下来，虽然他的脸上依旧挂着笑容，可是在这个笑容之下，却是隐藏着一道杀气。回禀天龙大神君，除了这一件事情，其余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答应。
我们真的对二次生命不感兴趣，而且也不会与那所谓的轮回盘达成契约，还请天龙大神君见谅。灵动牧尘的语气依旧无比的恭敬，拱手道：“虽然他们二人也已经猜到自己今日怕是已经凶多吉少，可是他们还是要将自己不愿意与轮回盘达成契约给直接拒绝。”见到眼前的灵动和牧尘那坚定不移的态度，那大玉天神君也不再刻意的掩饰，也直接讲出了此次邀请他们来大玉天的真正原因。看来你们二位是坚决不与轮回盘达成契约喽。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天龙大神君，这个的确也是我们的荣幸，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二次生命根本没有一丝兴趣。灵动牧尘依旧拒绝着对方的要求，或许他们知道，如果与这所谓的轮回盘达成契约的话，恐怕他们就彻底的被神器联盟高层操控，这个结局可不是他们想要的。不过就算灵动和牧尘不断拒绝加入成为神器联盟的核心一员，对方也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他们。好，你们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竟然可以真的舍弃二次生命的机会。但是话说到这里，大玉天神君的脸瞬间拉了下来，语气也是变得极其的冰冷无比。神器联盟的命令你们拒绝不了，也无法拒绝，毕竟从你们加入神器联盟的成员后就已经注定。你们的狐狸尾巴终于要露出来了吗？既然已经捅破了纸，那么灵动牧尘也不再装作客气恭敬，而是直接平淡无比，根本没有一丝对大玉天神君的惧意。他们从来不怕任何人，包括比自己很强的对手也是如此。他们从修炼到至今，每一次的对手和危机无一不是在他们身上发生过，可是最后他们都能够在生死边缘走出来。当然在绝对实力的面前，只要不放水，他们的陨落也是注定。灵动牧尘，你们二位的天赋的确很高，就连我都很欣赏你们的强大，我也是比较惜才的。但是如果说你们不识时务，那么我也必须出手将你们抹杀，毕竟不能为神奇联盟所用，那就毁掉。况且你们还知道了联盟的那个秘密，其实联盟高层早就已经发现，只是当时鉴于你们的天赋异于常人，这一次派我前来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答应成为联盟的核心一员，高层那些人物不仅不追究你们，还给予你们二次生命以及整个九域天神阁的所有神之资源。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如果一旦你们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那么可想而知，那个结局就是死路一条。既然是联盟高层那些人物已经找我发话，就连我也是不能够左右。听得大玉天神君口中所说的联盟高层那些人物，想必比这位天龙大神君的地位更高，甚至已经超越了九域天神阁之上，实力达到巅峰天位神的天龙大神君都要听命于这些联盟高层人物做事。灵动牧尘的内心直接是十分的震撼，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都不敢去相信。虽然他们的实力都还只是序列神，但是对于巅峰天位神的实力，他们也是有所了解。换句话说，眼前这位大玉天神君的实力，至少都是8重天位神之上，甚至是9重天位神。而就算是9重天位神，都如此听命于联盟高层那些人物，不仅地位已经超越九域天神阁，甚至实力也比天龙大神君更强。想到这里，灵动和牧尘也终于隐隐约约地认识到，神奇联盟的底蕴实在是太可怕了。这也难怪能够让超神势力都忌惮3分。联盟的高层真是好笑，他们为什么一定选择我们2个与轮回盘达成契约？真的只是因为我们的天赋比别人高，还是说另有隐情？灵动牧尘结合之前发现神器联盟那个秘密，总结出了自己一些结论。这神器联盟并非只是表面上那般，在其背后正在谋划着惊天大秘密。至于是不是另有隐情，这个不需要你们知道，你们只要与轮回盘达成契约就好，不然的话，我也难保你们。就算我不对你们出手，要是那些高层人物怪罪下来，你们也只会难逃一死。大玉天神君说起联盟高层的那些人物时，语气之中带着一丝恭敬之意。虽然他是九域天神阁的大玉天之主，可是比起联盟高层的那些人物，还是有着差距。而九域天神阁之上的那些存在，才是神奇联盟的真正底蕴，拥有极其可怕的实力。所以最后问你们一遍，你们二位愿不愿意与轮回盘达成2次生命的契约？这一次联盟高层发出命令，让大玉天神君亲自召见灵动牧尘，最好能够将这2位为神奇联盟所用。如若不行，那么就将其毁灭。这对于灵动牧尘来说，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就是能够获得更多的神之资源，让自身的实力达到更高的神境领域。而他们停滞在序列神也已经很久一段时间了，特别是来到神器联盟之后，他们只觉得序列神实在是太弱了。如果在9域天中还算够资格，可以一旦进入8域天后，序列神就开始不吃香了，甚至序列神直接被其他域天的神奇强者当作蝼蚁看待。所以不管到了哪里，实力越强者越吃香，提升实力也是最直观也是最现实的。听到大玉天神君的话语中所略带的一丝最后希望，毕竟他们这些巅峰天位神也是非常的爱财，如果不是办法，他们也会收灵动和牧尘为徒。不好意思啊，我们真的不太愿意加入成为你们神奇联盟那所谓的核心一员，我只想做一名联盟的普通成员。他们2人也没有过多的考虑，直接果断拒绝。要是答应了对方，才是最后悔的决定。就算在丰富的资源诱惑下，他们觉得这事情并不是自己想要去做的，谁都无法让他们实行。他们可是五祖灵动，墓主牧尘。此时大玉天神君也失去了最后的耐心，既然给他们如此多的机会不要，也不要怪他心狠手辣了。好，很好，不过就算拒绝，
那么也就由不得你们了。大玉天神君身上的强大气势瞬间爆发，直接将这片天地笼罩而下，磅礴无比的威压直接对着灵动和牧尘笼罩而去。来自一名巅峰天位神的气势，恐怕灵动牧尘天赋再高，战斗力再强大，也都无法抵抗对方的力量。但是他们也不会束手就擒，既然今日已是一场死局，那么他们也会发起反抗。灵动牧尘二人也是彻底的爆发出自己体内的序列神力，很快在灵动的周身便是出现了9道祖符，每一道祖符都是散发出一种可怕的气息，每一种气息皆是不一样的属性。而牧尘此时的身后也直接召唤出了6座原始法身，每一座的原始法身伫立虚空之上，随着6座原始法身的出现，直接将那些黑色云雾给驱散了开来。哈哈，9道祖符和6座原始法身，你们俩还真是龙中人凤啊！不过既然你们不愿意成为联盟的核心一员，我也只好出手将你们毁灭。大玉天神君一声冷笑，虽然灵动牧尘拥有如此多的神物集于一身，可是他知道他们还没有将祖符以及原始法身真正的力量给激发出来，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无疑就是一次一次无谓的反抗罢了，根本无法改变结局。9符寂灭，灵动将周身的9道祖符之力相互之间融合，同时引动自己体内的一片世界之力，化为一抹寂灭之光，直至大玉天神君太初世界体。而出现在牧尘背后的6座原始法身开始闪烁出金色的光芒，立于6座原始法身之前的牧尘则是双手结印。下一刻，这6座原始法身竟是也朝着中心的区域开始融合为一体。这一次，牧尘竟然直接融合了6座原始法身的太初世界体，比起之前5座原始法身的太初世界体更加的强大与可怕。看样子，牧尘之前在千机阁中找到了一气十神化功法了，不然的话，也不可能会有6座本尊分身。这一气十神化的威力果然厉害，非常适合于牧尘这种修炼数座原始法身的修炼者。毕竟之前的一气化三清已经不足于牧尘对更多原始法身的修炼数量，而一气十神化功法正是牧尘修炼数座原始法身的最佳功法，这也是牧尘加入神指联盟的目的之一。刚修炼一气十神化功法不久，那么现在就让天龙大神君来尝一尝6座原始法身合为一的力量。如此，牧尘以6座原始法身彻底的结合为一体，6道化身归一，同时也是造就了一座新的原始法身。这道新的原始法身，则是集合了6座原始法身之长，玄奥至极，威能无穷，为牧尘目前最强大的原始法身。太初世界体立于虚空之上，散发出多种色彩的光芒，将这方圆万里的黑色云雾驱散而开。6组化魔环，瞬间有着6种颜色的光芒从太初世界体中爆发而出，形成了6色光环。而在6色光环中，无尽的光芒绽放间，隐隐间仿佛是显露出了6座原始法身，灵光凝聚，形成火焰般的灵光，对着大玉天神君浇灌而下。随着6色光环的出现，顿时间一股热气直接弥漫至这诡异之地。如果被这古老的6色灵光浇灌的话，那么就能够将所有东西吞噬融化殆尽。招式很不错，只是还没有到达吞噬我的那个程度。神迹神像，察觉到周身的变化，大玉天神君也不敢怠慢，一声低吼下，他体内爆发出来的天位神力便是凝聚出一道巨大的神像，伫立在这天地之间，散发出令灵动和牧尘都倒吸一口冷气的可怕气息。在巨大的神像周身，无边的天位神力在其巨嘴中汇聚压缩，最后形成了一道拥有无比恐怖的攻势，对着灵动牧尘二人洞穿而去。下一刻，仿佛是一条黑暗到极致的神海奔腾而出，重重横扫，源源不断的冲击在那6色光环以及那9符寂灭上，将那源源不断降临下来似火焰般的灵光和那9大属性的光束给抵御了下来。不过，神海中的能量瞬间再度爆发出惊人的威力，紧接着，那神海便是铺天盖地的倾泻开来。这些神流的能量直接是将灵动和牧尘的强大攻势给瞬间吞噬而尽，最终与神海消失在这片天地间。融合了9道祖符力量的9符寂灭和融合了6座原始法身的力量，竟然就这么轻易被对方瓦解。灵动和牧尘也不意外，毕竟大玉天神君乃是巅峰天位神，如此实力足以碾压一切，更不要说是他们了。况且对方刚刚还刻意不杀他们，不然的话，他们可是连对抗的资格都没有。这想必灵动和牧尘心里也非常的清楚。你们的实力太弱了，还有什么招式尽管使出来，我天龙就与你们好好玩一玩，不然这么快将你们抹杀掉的话，我觉得也非常可惜。脚踏虚空的大玉天神君神色表现得非常自然，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如此的渺小，他想让谁死，那么谁就得死，这就是巅峰天位神的力量。就算是整个9域天神阁中的神指强者，皆不是大玉天神君的对手。如果他发挥出真正的力量，就9域天神阁都要震一震。林动兄，对方的实力已经遥遥高于我们，恐怕我们是凶多吉少了。牧尘神色凝重，对面如此强大的神之，他们真的没有任何一点的办法。听得牧尘的话，灵动也是沉默了片刻之后，然后叹了一口气，道：大玉天神君乃是9域天神阁的顶尖存在，我们的确不是他的对手。如果对方愿意，刚刚我们就已经陨落在那神海之中。牧尘，既然我们横竖都是死，那就试一试此前从无量神界那里获得的神物，来与之进行最后的战斗吧。灵动所说的就是之前他们前往无量神界，来到了原始山，
找到了光明祖符和第7座原始法身，但是还差点就陨落那里。不过好在最后他们赶上了最后一口气，乘坐神奇方舟来到了神奇联盟。在五欲天神君的帮助下，他们才脱离了生命危险。牧尘眼眸中也闪过一丝杀意，道：看来也只能如此了。这第7座原始法身的威力，我还没完全的掌握，如今也只能去试一试了。灵动点点头道：光明祖符，我也没将其炼化，但是为了能够给自己多一点生存的希望，就只能先用其力量对战了。光明祖符和第7座原始法身的力量，他们也是在原始山感受过。这2道神物的确比起之前的祖符和原始法身更为的特殊和强大，所以他们也想借此力量与大御天神君做最后的一战。天龙大神君，我们知道不是你的对手，既然你想与我们玩一玩，那么我们也奉陪到底，同时让你们尝试一下我们之前刚从无量神界获得到的神物第10道祖符。第7座原始法身，灵动牧尘的强大神力也是锁定了大御天神君，下一刻便是准备召唤出那光明祖符以及第7座原始法身。可怕的神力在灵动牧尘体内不断的爆发而出，使得身后的9道祖符以及那6座原始法身上也同样有着耀眼的光芒闪烁起来。光明祖符现，第7座原始法身出。然而此时却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那就是灵动的光明祖符和牧尘的第7座原始法身竟然无法被召唤而出。如果更切确的说，不是无法被召唤而出，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这2道神物。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没有？就连他们自己都非常的吃惊，此前在无量神界中明明获得到的光明祖符以及第7座原始法身，竟然根本就不在他们的体内。光明祖符怎么会没有？不可能吧！灵动再次感受了一下自己体内的祖符力量，除了9道祖符外，根本就没有第10道的光明祖符。灵动兄，我的情况也与你一样，第1座的原始法身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的体内，可是此前明明已经将其获得，为何会凭空消失？心中越发的疑惑无比，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明明已经从原始山中获得到的祖符和原始法身都不见了，仿佛一开始他们就根本没有将这2道神物获得一般。但是他们的脑海中却是记得清清楚楚，当时2人进入原始山后，的确找到了属于他们的东西，甚至差点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得以将光明祖符以及原始法身从那原始山中带了出来。可如今他们再次被震惊到了，那明明已经找到的祖符和原始法身就这样凭空消失了不成？而远处的大御天神君见到这一幕，也是一脸沉思，似乎他已经猜到了灵动牧尘心中的疑惑。你们刚得到的神物怎么召唤不出来了？看来与我想的一样，无量神界是一方极其神秘的世界，你们想要从那之中获得东西，可不是那么简单。此前联盟中派出诸多神使进入无量神界，他们也与你们一样，都以为在那里带回来了什么宝贝，结果回来后那些得到的东西都凭空消失不见了。闻言，灵动和牧尘这才恍然大悟了起来，没想到只要从无量神界带东西回来，都会凭空消失，而且还不只是他们会出现这个问题，其他人也同样遭遇这种不解的情况。对于无量神界的情况，灵动牧尘2人开始越来越扑朔迷离了。那个时候也不是什么幻境，则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他们也找到了光明祖符和原始法身，不然他们为何会受了如此严重的伤势？但是他们再怎么想也没有任何办法，毕竟他们体内的东西已经消失不见，而且就连神器联盟也没有对此事得出什么准确的答案。总是有一层朦胧的神秘面纱将整个无量神界笼罩而下。等以后如果还有机会，他们也会再次前去无量神界查一查究竟。但是为什么他们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情，而是要面对眼前的这位大御天神君？既然事已至此，那么现在他们也做出了最后的打算。灵动牧尘2人对视了一眼，仿佛都知晓了彼此心中所想。下一刻，他们的体内爆发出了磅礴的神力，令得这一片的天地空间都被影响，发出滋滋的作响声。太初之力。既然第7座原始法身已经凭空消失不见，那么牧尘也将自己最强大的底牌给施展而出。恐怖的序列神力释放极致后，牧尘背后的6座原始法身开始闪烁出金色的光芒。立于6座原始法身之前的他，很快就双手结印，太初世界体顿时有着6道原始的力量在其中穿梭着。不到片刻时间，这6道原始力量竟都是在这一刻出现了一种异变，变成了另一道极其可怕的强大力量。很显然，那就是太初世界体的太初之力被激发了。今日我牧尘就让大御天神君看看原始化太初之力来与你对战。牧尘的声音响彻天地，顿时无边无尽的太初之力自太初世界体中冲天而起，竟是凝聚出了一头看不见尽头的太初巨龙，咆哮起来。然后这一道望不到尽头的太初巨龙便是直接洞穿虚空，冲向了大御天神君之处，空间瞬间扭曲起来。这威力实在是太过强大了。在牧尘这一招击出之后，灵动这般也同样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灵动的双手归拢，9道祖符投入其中，那里便是形成了一片神秘的星空世界，诸多力量在其中完美的汇聚融合，威力无比的巨大。逆转大乾坤，一片神秘莫测的星空世界中，多种属性的能量不断的喷涌而起，一旦被吞噬其中，皆是会被其中的可怕能量给消灭。这一招能够逆转一切的情势，这一次不知道能否扭转乾坤。就在那灵动牧尘将最强的底牌都施展而出后，
这天地间充斥着多种强大的能量，令得空间更加的滋滋作响。很快，在灵动牧尘二人那紧张无比的注视下，太初巨龙以及神秘的星空世界却是以及临近大御天神君，但是后者没有任何闪避，仅仅只是手臂一挥，身后的巨大神像再次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形成了一道能够吞噬一切的毁灭洪流，狠狠地冲撞在了一起。这片空间仿佛都是在这一刻剧烈地颤抖了起来，可怕的巨响声也是随之响了起来。太初巨龙和神秘星空与那毁灭的洪流也是疯狂地在抗衡着，洪流的威力非常可怕，就算那片星空极其神秘强大，都被那毁灭洪流步步紧逼，仿佛开始招架不住对方的洪流冲刷。而反观太初巨龙那开始的愈发坚韧，也是被那毁灭的洪流击垮，甚至已经一点点的溃败下来。太初巨龙张开巨嘴，一声咆哮响彻天际，可是就算如此，那毁灭洪流也将其一口将其殆尽。很快，灵动牧尘那最强大的招式也轻易的被大御天神君化解，最终那洪流在吞噬了对方的强大攻势后，并没有停止的意思。那涌起的洪流巨浪直接朝着灵动牧尘二人拍打而去，这突如其来的攻势，就算灵动牧尘的反应极快，但是身体也来不及闪避，危机之感直接在灵动牧尘的全身上下由内的散发而出。这一次，他们就算选择自爆，也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毕竟大御天神君乃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巅峰天位神，在整个九御天神阁之中，除了那神秘阁主，可找不出第二位可以抗衡大御天神君之人。就算灵动牧尘的天赋很高，战斗力极其惊人，但是在双方如此的悬殊差距下，一般来说根本没有可以抗衡的机会。只要对方愿意，只需要一根手指就能够轻易的碾压他们。可是大御天神君并没有那么做，他也很想知道这两位被联盟高层的那些人物看中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与他们交手了片刻后，也渐渐的发现他们的实力如果是放在序列神领域内，的确是堪称第一，就算是准天位神都无法对他们造成致命的伤害。一个利用9道祖符的力量施展出神秘莫测的星空世界，一个利用6座原始法身的力量激发出太初之力，换作任何一位序列神以及准天位神都无法应接如此可怕的攻势，就足以证明了为何联盟高层会看中灵动和牧尘二人了。但是他们却不为联盟所用，那就只能消灭他们了。所以在接下来，大御天神君也不再留手，见识到对方的最强底牌后，也没有任何必要继续玩下去，因为这一场战斗对方已经黔驴技穷，就算再战斗下去也持续不了多久，他们已经被压制得死死的，根本就无法有一丝抗衡之力。这就是大御天神君的可怕力量，如此一位顶尖的神奇强者，让灵动牧尘如何可以战之？既然避无可避，灵动牧尘二人对视了一眼，然后在他们那绝望的目光中看出了彼此就算死也不可能就这样被对方杀死。既然横竖都要付出生命，倒不如施展出舍身自爆，这样子的话也代表着他们那宁死不屈的精神。勇者无畏的强者根本就不会怕死，而灵动和牧尘就是这类人。就在那毁灭的洪流即将将他们吞噬而尽的时候，灵动牧尘身上的气息比起之前提升了数倍之多，并且身体也开始膨胀起来，他们体内的一股自爆能量也逐渐的飙升。想要自爆，恐怕你们连自爆的机会都没有。一声淡笑声自大御天神君的嘴中缓缓发出，然后伸出一只手臂对着灵动和牧尘的方位，拳头用力一握，一股强大的能量直接将灵动牧尘那即将自爆的肉体给打回了原样。最终那毁灭洪流便是犹如吞噬万物的猛兽一般，直接轰击在了灵动以及牧尘那绝望不能再绝望的身躯上。最后这洪流也是将他们彻底的吞噬殆尽。可怕的毁灭洪流冲击直接将灵动和牧尘那最后的防御都给彻底的击垮。此刻他们的神体也已经被毁灭洪流冲刷，开始一点一点的消散。不过他们根本就没有感到一丝的疼痛之感，因为他们已经算到自己今日已经逃脱一死。随着他们的神体逐渐的消散后，他们的意识也开始渐渐的变得薄弱。萧炎兄，我们先走一步了，你一定要成为第一等级世界的巅峰神奇强者，我们也相信你会站在神界最巅峰。在他们意识即将消散的时候，二人的意识里皆是出现了萧炎的影子，也就是他们看到了萧炎的影子后，他们的意识也在此刻彻底的消散。毁灭洪流轻轻松松地将灵动以及牧尘二人吞噬其中，并且此刻他们的神体也被毁灭，至于他们的灵魂也是生死未卜。灵动和牧尘他们的结局真的就在这里画上了句号吗？如果这里不是他们的结局，他们又将会如何？这一切的一切谁也不知道，但是一般在大御天神君手里能够活下来的几乎不太可能。看着毁灭洪流最终将他们二人吞噬殆尽后，大御天神君的脸上也是露出一抹诡异的森寒笑容，然后双目微眯，看着虚空上还没有消散而出的毁灭洪流，喃喃道：要怪就怪你们选择了自取灭亡之路吧。不过灵动和牧尘二人被大御天神君击杀的消息并没有传出来，所以九御天神阁中除了大御天神君知道，没有第二人知晓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在灵动和牧尘前往大御天的几日后，五御天神君也是担忧起来，去了那么久竟然还没有回来，不会真的出什么事情吧？江陵神君作为五御天的神君，自然也是比较关心自己所看中的两位天赋极高的灵动和牧尘，但是过了好几日了，还不见他们迟迟归来，心中的那一份不好的预感
也是越来越浓烈。早知道当初自己跟着他们过去，大玉天神君也不是善类，恐怕这一次前去的灵动牧尘二人真的会凶多吉少。江陵神君有了这样的想法后，便是也开始有了行动，准备前去大玉天中探一探究竟。